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呢，我将跟大家分享2020年做好亚马逊必须要知道的9点小 Tips。那么第一条 Tips 呢，就是避开让你做的很辛苦的类目，避开让你日出百单的产品。那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讲啊，开什么玩笑？我做亚马逊就是为了推出爆款，走向人生巅峰的。那你却偏偏让我避开这产品，是为什么呢？不要着急，听我慢慢跟你细细道来。那么现在的亚马逊中小卖家里面呢，有供应链工厂资源，还有韧性资金支持的土豪卖家毕竟是少数。那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大部分的中小卖家应对风险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当你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爆品，为了维持好不容易排上去的排名，可能就会需要备大量的货在美国的 FBA 仓库。那么在亚马逊圈子里呢，有一个名言吧，也算是当我哪天不做亚马逊了，我可能已经有钱了。说的就是大部分的卖家可能把自有资金都压在了库存上面。同时呢，这些日出百单的爆款，它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作为运营，其实运营起来是非常麻烦，也非常辛苦的。主要有几点。第一呢，就是你要防止同行的恶搞。第二呢，你要防止你新进的竞争对手的低价的野蛮入侵。第三，因为又是爆款产品，所以它的 PPC 点击单价会非常高。所以这些所谓的爆款，其实一年算下来都是一些账面财富。你可能到最后才发现，你的利润大部分都在库存里，或者被这些 PPC 推广成本吃掉了。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们这些新进的小白卖家，在选品的时候就把产品的目光放在一些日出10摊、月均300单左右的产品，那么慢慢的进行精细化运作。当你慢慢的熟悉了这个亚马逊的一些运营手法以后呢，选出5款这种类似的产品，那每个月的预期利润其实也能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预期了。那么第二点，给咱们这种亚马逊小白卖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关于店铺产品的选择，关于店铺产品线的布局，亚马逊的蛮荒时代已经过了，就低头捡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也是好多卖家在说亚马逊不好做了啊，艰难重重这样。其实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一样这恰恰是我们这些勤奋且钻研亚马逊运营技巧的卖家的机会。在这里就不详举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之前在公众号发布的文章《2020做亚马逊晚了吗》。那现在的亚马逊卖家呢，必须有品牌意识，形成自己的产品线，给自己贴上标签。当买家来到咱们店铺里面呢，比如说我是卖烧烤用具的，他看到了我其他的相关的有关烧烤用具的产品他就知道了这一家是专门卖烧烤用具的。可能是我们刚选品的时候，第一次很有可能选到失败的产品，没有关系，每一个卖家都是这么成长出来的。只有你不断的这么去试去找一个，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类目去深挖，你才能更方便的去建立自己的品牌。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专注站内，先了解你的客户，服务好你的这部分客户，不要贸然的加入独立站。近一年独立站非常的火，那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好多觉得亚马逊现在不好做的卖家纷纷转战到了独立站，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没错，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独立站相对于亚马逊来讲，对于我们卖家是更加的友好，我们有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呢，这一过程其实是非常烧钱的。对于小白卖家来讲，非常不建议大家上来就从独立站开始。那可能有的独立站的新进卖家可能会讲，没关系我可能做一些花费没关系，我可以接受，我只想做 dropshipping 挣一波快钱。是的，现在呢，dropshipping 之前呢，有好多的中国确实也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亚马逊近期对做 dropshipping 的广告账户的容忍度其实是现在是非常低的，前一段时间就关了很多做 dropshipping 的广告账户。那里面的广告费好多都已经取不出来，就已经白白的浪费掉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建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物流的问题。那好多做 dropshipping 的账户一天出单量很大，但是客户纷纷投诉你的物流跟不上，他迟迟收不到货，投诉到了 Facebook 这里。那 Facebook 可不管你3七21，把所有的这部分只要是做 dropshipping 有关的广告账户，通通都给关闭了。这一部分卖家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有些咱们这些亚马逊卖家非要想要做独立站呢，我建议你把做独立站这部分资金预算投入到做到一个相关内容的里面，
比如说我是卖一个这种烧烤用具的，那我可能做一个这个博客网站，专门讲怎么烧烤的。把卖产品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当吸引足够多的流量聚集以后，你再去建独立站，那会容易很多。综上呢，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小白阶段强烈不建议大家从独立站开始因为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个就是这个流量的问题，你需要自己去找流量，花费很大。第二个的话就是物流的问题，如果物流服务不好，好多人会投诉你，独立站也做不下去。第四点呢，避免专利及其他的版权、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导致你的 listing 被下架，甚至店铺被关闭。大家在调研产品的初期的时候，就要把这一条铭记在心。同时呢，你在编辑 listing 的时候，在标题、五点、描述里面注意不要有其他的品牌词，在 search term 里面也不要加入其他的品牌。第五点建议，跳出思维定式。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就是少部分的人真的是可以做到迎难而上。比如说现在这个对于站点的选择，好多卖家可能在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听说过欧洲站，那欧洲站呢现在呢被脱欧闹得乱糟糟，还有一个 VAT 税务的问题，导致了好多新进卖家望而却不敢去做这个市场。那其实呢，如果你要是在选择市场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有心人，把 VAT 研究透了，把英国脱欧对这个英国站对欧洲站上的影响把它研究明白了，其实你在最开始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一众竞争对手，那么对你以后在亚马逊上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处的。第六点，对产品的 listing 进行重新优化。那可能你已经很久没有诚心审视了你卖过了一段时间的产品的 listing 了，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可以进行优化的，比如说你的产品的主图产品的是否你的之前你可能没有审视你的产品帮助顾客解决了哪一个痛点，没有把这一部分的场景图表现在你的主图里面。其实当你研读了顾客的 review 以后发掘出你的产品帮助顾客在某一个生活场景中帮他们解决了哪一个问题，让他们很高兴很开心，你把这部分的图片重新的上传到你的产品主图上面，对你的 listing 的转化将会有很大的提高。第七个建议，设立契合实际的发展目标亚马逊不会让你一夜暴富，在亚马逊平台上赚钱呢，也不像2016年以前那么容易了，它需要你像对待每一个正经生意一样，去一步一步的去研究它，去学习它。那每年给自己的亚马逊店铺设立一个契合实际的盈利目标，一步的一个脚印的，慢慢的仔细的经营下去，你终究会收复财富与自由的。第八条建议，不要冲动的去选择上一些培训课。那么我最近也收到好多私信好多内陆城市的朋友呢，选择问我一些这个培训课，亚马逊培训课值不值得？8880、19900的这种价位都有，说实话不便宜。那么我看了一下他们课程表诚然呢，这些课程可以让你很快的介入到这个行业，但是呢，我还是强烈的建议咱们这些小白卖家呢，先自行的在竭尽全力的在网上学习一段时间。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对你的考验，考验你是否适合这个行业。当你经过了这个考验你能克服困难，你再去做上课的决定也不迟。第九条，跨境电商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亚马逊平台上的运营方法在不断迭代更新，亚马逊平台本身也在不断进步。那么作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我们作为亚马逊卖家更是要有强烈的意愿去学习。选择做一名跨境电商从业者，那就是选择做一名终身的学习者，让我们不断的去跟着平台去学习吧。好的，各位小伙伴，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视频还不错，非常感谢你能帮忙点赞、关注、转发。如果有关跨境电商或者是亚马逊平台你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会对你进行一一答复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